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圆形大包包，使用了多彩的颜色搭配，透过不同花样的组合以环形编织，拥有足够的空间，让你可以携带随身的必需品。无论你是在城市中穿梭，还是在自然中漫游，它都能够陪伴你。让我们一起来购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五谷牛奶棉，主色调使用了浅卡其色以及棕色，并且用紫色以及青色作为挑色的效果。你也可以依照喜好来搭配。另外准备了一个直径5公分的大纽扣，工具上使用了 5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包包直径大概38公分，提手高度22公分。若要调整包包的尺寸，可以借由线材的粗细或者是钩针的大小来调整。我们从主体开始，使用棕色环形起针。起针之后，先钩2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这个起立针不算在针数。接着钩织13个长针。我在第一个长针上放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，以及结尾要引拔让头尾相连的地方。接着钩织剩下的长针，起立针不算，这一圈有13个长针。第一圈13个长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可以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第二圈，同样2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每个针目里钩织1个长针的加针。长针的加针就是在同个针目里钩织2个长针。这一圈的第一个长针我仍然放记号扣，接着同个针目里的第2个长针，之后在每个针目也都各加1针。这一圈增加了13个长针，一共完成26个针目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，同样2锁针起立，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第一个针目1长针，第2个针目加1针，中括号内容总共钩织13次，接着按文字解钩织，直到完成第4圈。第5圈，2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接着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一个交叉长针。交叉长针的钩织方式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先在左方的针目钩织1个长针，这是这一圈的第一个长针，我仍然放记号扣。接着回过头，在右方的针目钩1个长针，完成1个交叉长针。再1锁针，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26次，每一个交叉长针会有2个长针针目，再加上锁针，重复钩织26次之后，这一圈一共完成78个针目。第5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6圈，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之后在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第1个短针放记号扣，
而遇到上一圈锁针的地方，钩针穿进锁针下方的空间，挑起整个锁针，钩织一个短针。第6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下一圈要换色，我们直接断线，接着将断线后的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织物背面，接着从第一个针目引浅卡其色的线钩织下一圈。第7圈两锁针起立之后，钩织中括号的内容13次。在换线之后，我们可以一并将这些线头包着钩织几针，以防脱落。第7圈和第8圈我们可以按文字解钩织，第7圈钩织长针，而第8圈钩织短针。在钩织圆形织物时，错开加针的位置，织片才会圆。我们可以按文字解的加针规律钩织。第9圈两锁针作为起立之后，中括号的内容重复钩织13次，先连续的7个长针，接着第8个针目钩织1个爆米花针，先在这个针目里钩织5个长针。接着将钩针取下，穿进这个针目的第一个长针之后，再将线圈挂回钩针，同时也将线圈引出第一个长针，接着再一个锁针，完成一个爆米花针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连续的7个长针，再一个爆米花针。这一圈完成了104个针目。第9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长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10圈一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接着重复中括号内容。每钩织连续的7个短针之后，第8针会遇到上一圈的爆米花针，在这个爆米花针的左右两旁各钩1针，右侧的1针钩织在它的第一个长针，而左侧的1针挑起它的整个锁针钩织。之后继续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这一圈一共完成117个针目。第10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之后就可以断线，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后方，接着重新引浅紫色的线钩织第11圈。第11圈两锁针起立之后，中括号的内容只要重复钩织11次，完成110个针目。从这一圈之后，我们并不会钩完整个圆，而是会留下一些针目不钩，这里会是带口。第11圈结束，引拔断线。从这一圈之后，我们都从左方每一圈的第一个针目引线，再进行下一圈的钩织。第12圈3个锁针起立，将它视为第一针长针。我在这一针放上记号扣，之后每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一组交叉长针，连续54组交叉长针。所有的线头都可以包着钩织，之后就可以不用长线。而在每一圈的结尾都会有像这样的线头，可以一并包着钩织。
交叉长针循环钩织之后，会留下一个针目，钩织一个长针，结束这一圈。同样引拔断线，下一圈又从第一个针目重新引线开始钩织，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钩织接下来的圈数。在这里第14圈以及第16圈一开始的3锁针视为第一针长针之外，其他圈数的起立针都不算针数，而每一圈结束之后都引拔断线，再回到第一针重新引线钩织下一圈。第17圈结束，我们沿着凹陷的地方，也就是带口做一个收边，继续向左钩织短针，在长针行的侧边钩织2个短针，而在短针行的侧边钩织1个短针。而在带口的中心，也就是第10圈的针目上各1个短针。沿边钩织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17圈的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接着断线，完成一片圆形的织片。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完成2片圆形织片。接着是包盖，我使用浅紫色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25个锁针，25个锁针结束，第一行2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从基础行的锁针开始钩织，每个针目1个中长针，连续25个中长针。我在第1个中长针放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。第一行结束，第2行翻面，同样2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每个针目上也都钩织中长针。第2行到第3行往返钩织。第3行结束，第4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先连续15个短针。接着我们要钩织扣眼，我钩织7个锁针，扣眼所留的长度取决于准备的纽扣。接着对应的跳过7个针目，从下个针目又开始短针，锁针链底下的空间就是扣眼。而后面的5到7行对应着第1行到第3行，也是往返钩织3行中长针。遇到锁针链的时候，挑起锁针的上半针钩织。第7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我将线头置于右侧，而基础行置于上方。从基础行的第1个针目重新引棕色的线，沿边钩织短针为它收边。原则上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而在中长针行的侧边钩织2个短针。第4行短针行侧边钩织1个短针。沿边钩织1圈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接着断线，留3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我用浅卡其色为包包钩织侧边，锁边起针，起120个锁针，接着往返钩织4行中长针。钩织的行数决定包包侧边的宽度，你也可以自行决定这个行数。接着我们将所有的部件缝合，
我们将其中一个圆形织片正面朝向我们，接着从袋口左边的顶端往下数第13个针目，开始与长条的侧边结合，钩针一次穿过2个织片的针目，重新引棕色的线，沿边钩织短针，缝合侧边以及圆形织片。第一片圆形织片与侧边织片缝合结束，我们将织物翻到背面，接着继续向左，在侧边织片的短边沿边钩织短针，接着结合另一片圆形织片，同样从左上方往下数第13个针目，与侧边织片结合，钩织短针缝合。第二片圆形织片缝合结束，再让反面面向我们，沿侧边的短边钩织短针，钩织结束，引拔在缝合的第1个短针上，接着断线，藏好线头。接着我们将包盖缝合在其中一片圆形织片的上方中央，也就是第10圈这里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接着对应的在另一边的圆形织物上缝合纽扣，纽扣的缝合位置要符合扣眼。最后我取配色中的3种颜色，每种颜色各剪12条的100公分线段，将所有线段距离线头约8公分的地方打结，再将这3个颜色的毛线编织成3股辫，编织到线段剩下8公分的地方也打结，再将两端的线头修剪，让它有点流苏的感觉。我们制作2条这样的包带，再分别将它们缝合在包包上，圆形织片上方的2端。最后为了让这个包包多一点俏皮的元素，我使用与侧边一样的浅卡其色，制作了3公分的绒球，将它们装饰在包包的侧边织片。这个部分可以依照个人喜好，这样这个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格圆形包包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